原来那些说要丁克的男星却早已和别人生了娃，他们高举着丁克的旗帜，享受了女性伴侣最宝贵的青春与妥协，却最终毫无征兆的后悔，转身与别人生儿育女，简直是无耻至极了。首先第一位主角就是导演尔冬升。1999年，尔冬升与圈外女友罗小文相恋，长跑9年后，51岁的他终于决定迎娶38岁的罗小文。婚前尔冬升明确提出了丁克的要求，理由是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再为子女操心。罗小文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婚姻，答应了这个看似公平的约定。然而他忽略了一个最残酷的现实：时间对男女的生育时钟从来就不是公平的。当他做出承诺时，他38岁，尚在生育年龄的末班车上。当他们9年后离婚时他已49岁，早已彻底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他用自己最后的机会去赌一份爱情的永恒，结果却输得一败涂地。然而你敢信吗？就在2人离婚后的第2年，61岁的尔冬升突然对外高调宣布自己有了一个2岁的女儿。咱把这时间线稍微一捋，就能明白这背后到底有多么的不堪。这意味着他不仅在婚内就早已出轨，更是在欺骗着妻子为他坚守丁克约定的同时，自己却和别的女人悄悄地生下了孩子。他不是后悔了，他只是不希望孩子的母亲是罗小文而已。他用一句轻飘飘的丁克就将妻子的黄金生育期完全锁死，而自己却在59岁的高龄轻松拥有了女儿，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如果说尔冬升的故事是一场精于算计的背叛，那么谭咏麟的故事对他妻子的伤害则堪称一场缓慢的公开凌迟。1981年，谭咏麟与杨洁薇在拉斯维加斯秘密注册结婚。为了不影响谭咏麟如日中天的偶像事业，杨洁薇同意隐婚，并且为了维持丈夫的形象，2人约定丁克。这个丁克的约定对杨洁薇而言代价是惨烈的。在之后的岁月里，她曾多次意外怀孕，但为了那个承诺，她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了堕胎。反复的流产最终对她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让她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她以为自己的牺牲可以换来丈夫事业的稳固和2人爱情的永恒，可她不知道的是，早在她第一次为丁克约定而躺上手术台后不久，谭咏麟就出轨了。1991年41岁的他遇到了年仅19岁的女粉丝朱咏婷，他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妻子为丁克所做的一切牺牲，一边却早已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孩计划着传宗接代的未来。1996年，媒体曝光谭咏麟已有私生子，且孩子已经4岁。这个炸弹将杨洁薇的世界炸得粉碎。当这个孩子被媒体曝光后，谭咏麟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要求杨洁薇必须接受这个孩子，让他认祖归宗。咱就是说这份无耻简直是捅破了天花板。要知道在那些年里，杨洁薇为了谭咏麟辞去了自己化妆品公司高管的职位，全职担任他的经纪人、造型师和理财顾问。是他一手将谭咏麟捧上了乐坛校长的宝座，也是他让谭咏麟名下的资产增值了数亿。心如死灰的杨洁薇念及多年感情，没有选择离婚，甚至在谭咏麟的请求下默许了朱咏婷母子登堂入室。2006年，谭咏麟父亲去世，讣告上首次出现了情妇朱咏婷和私生子谭晓峰的名字。这份登报的羞辱成了压垮杨洁薇最后的一根稻草。几年后，他看破红尘，削发为尼，堕入空门，将亿万家产拱手让给了那个鸠占鹊巢的女人和孩子。当然在这个充满了背叛和谎言的故事里，也并非没有例外。周润发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承诺。他和妻子陈慧莲之所以选择丁克，背后藏着一个深情而悲伤的故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曾在怀孕晚期因脐带绕颈而胎死腹中。为了不让妻子再承受任何一点生育风险与回忆的痛苦，周润发做出了不要孩子的决定。他的丁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保护妻子。这是一种将爱人的福祉置于自己之上的最高级别的承诺。还有梁朝伟与刘嘉玲，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是彼此最坚定的灵魂伴侣，共同选择了潇洒的2人世界。对比之下，尔冬升和谭咏麟们的口嗨式丁克就显得格外虚伪和自私。他们的承诺更像是一种策略，他们利用女性对爱情的信任，要求对方在生育的黄金期放弃权利，这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等的博弈。因为男人几乎没有生育的年龄限制，而女人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女星陈子涵在与丈夫戴相宇的丁克之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她曾
在采访中透露，为了要一个孩子，自己在3年里做了多达12次的试管婴儿。这条路的背后是无尽的药物注射和对身体的巨大消耗。一个最初标榜丁克的婚姻，最终却演变成了女方独自承担的漫长而痛苦的求子之路。所以，当一个男人对你说“我们丁克吧”的时候，他表达的究竟是一种需要共同面对和承担的人生哲学，还是仅仅是一个自私的、临时的、随时可以推翻的个人选择？这个问题或许值得每一个走进亲密关系的女性深思。真正的承诺从来不是口头上的约定，而是行动上的共同进退与责任上的完全对等。